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绿茶室友在班级高调称自己是于氏千金，班里一堆人围着他讨好。我记得我爸就我一个女儿啊，难道是他在外的私生女？可我爸告诉我，他只有我一个女儿。好啊，冒充我身份就罢了，还联合同学霸凌我，真当本千金是吃素的啊！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大一开学，我正在宿舍收拾东西，突然有人走向我，他狠狠揉捏一下我新买的包包。哟，这是 Gucci 的包吧？这做工应该算得上是高仿了。我循着声音向他望去，只见雨果正打量着我的包，暗自摇头。我看到被揉皱的包包一角，刚想对他一句，但想到刚开学，关系搞僵了也不太好，就忍下了。这款我有个真的，回头给你带来看看。雨果乘胜追击，看样子是要把我钉在耻辱柱上。我皱眉暗叹一声，自己运气不好，宿舍里竟然有个这种家伙。但很快我就被打脸了，哪是一个，分明是三个。我的另外两个舍友一时间就仿佛捧哏附体，颠颠地跑到雨果面前，献着殷勤：果果，你有真品，很贵吧？不贵，也才3万多块钱。我升学的时候家里送的，但是我忘带来了。哇，3万多还不贵？你家是做什么的？做点小生意，没什么的。两个捧哏的力量是无穷大的，然后就是雨果口沫横飞几个小时，甚至到最后老师都还没安排，就把雨果定位了宿舍长，连问我一下都没问。不过也都算了，刚开学嘛，我有点不知道怎么给自己解释了。就这些个舍友闹僵了，好像也无伤大雅，我只能最后给自己内心强行辩解一波。刚开学，小插曲，万一他们人很好呢？没错，我又一次被打脸了。这天班里开班会，我因为打电话晚来了一会儿，但刚进入班级就听到雨果的声音：哎呀，韩雪，你能不能换身衣服穿？这样别人会以为我的也是个货的。这时我才发现，我和雨果竟然撞衫了，但怎么就和我一样？我的就是假货了。一时间，班内议论声飞起，变得嘈杂起来。雨果绝对是故意的，第一次班会，他就是想夺人眼球。只是我恰巧跟他撞衫，就被他利用起来，当了垫脚石。谁假谁心里清楚，知道就行，没必要说出来。我再也受不了了，直接开队。但是我却低估了他的战斗力。我刚找到个座位坐下，就看到我的两个舍友从门外走进来，每个人还都抱着一个箱子。同学们好，第一次见面，今天我请大家喝奶茶，都不要客气。雨果站在讲台上，笑颜如花，而那两个捧哏的再次化身灵工，给班里面的同学发放奶茶。韩雪，这个给你，刚刚我不是故意的。雨果从箱子里拿出一杯奶茶，说着递给了我，但我刚准备拒绝，就看到雨果手中的奶茶向我飞来。小心！雨果惊呼，只不过他的惊呼是在那杯奶茶完全洒在我身上之后才说的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我给你道歉。雨果怯怯地对我说道。没事，我再拿杯新的就好。我说着也从一个箱子里拿出一杯奶茶，然后打开盖子，直接倒在了雨果的头上。对不起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我本以为自那天起，雨果再也不会找我了，但是我真的没想到，当天晚上他就主动找我道歉了，声泪俱下，令人不得不感动。比如那两个捧哏，现在看我的眼神都冒出火来了。我后悔了，我应该听我爸的话，好好学习的。
要不然也不会来到这破大学跟他们同一个宿舍。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想，但我感觉这不会是最后一次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我的名声就传遍了。大一来了个女生，睚眦必报，人家好心请她喝奶茶，她还倒在别人头上羞辱别人。大一来了个女生，整日里穿山寨，被山寨，还死不承认。我无语了。如果这些人说的时候不是对我指指点点，我都以为说的是雨果。没想到啊，我竟然成为了那个买山寨的人了。至于睚眦必报，这个我承认，甚至我还感觉很爽，但也仅能如此了。老师都找我谈话了，让我多注意一些分寸，不要刚开学就和同学闹别扭。我一想也对，没必要因为几个脑残把自己名声搞臭了。我开始低调行事，而且军训也要开始了。1个月的军训，我都老老实实的，每天看着雨果和几个教官打得火热，我就默默地站我的军姿，直到军训结束。正式上课后，生活再次不平静了。把这份表都填一填，不要漏，每个都要写的。晚上的班会，老师发下来一张表格，我顺着查看，姓名、学号、联系方式、家庭地址、父母工作。不知道写父母工作有什么用，但我还是乖乖地写了上去。我家是做房地产的，那我写个盖房子总没什么错吧？我爸应该不会生气，我妈就不能随便写了。作为一个银行的行长，我必须要写一个收费员。很好，我满意的把表格交了上去。老师大眼一扫，露出了不屑表情。老师的表情我看到了，我大写的震惊了。没想到啊，这学校的老师竟然都是势利眼。我真应该听我爸的话，好好学习，要不然就不用来这个破学校跟着这个老师了。就在我纠结了一夜我是不是看错了的时候，雨果成为了班长，另外某个商场老板的儿子成为了副班长。我看到这个结果，我总觉得我不是来上学的，我是来这里表演打自己脸的。整个学校难道就没好人吗？哎呀，好累啊！今天又被我爸拉去逛街，还买了那么多东西。雨果刚进宿舍就不停抱怨，他的目的很明显，他在炫耀。要不然为什么要把那个印有爱马仕标志的购物袋举那么高？哇果果，这是爱马仕的吗？这不便宜吧？捧哏那登场，好棒啊！我也好想要一个。捧哏必紧随其后，还好吧，也就10几万。于果果从购物袋里拿出一个包，然后走到我面前，韩雪，以后你要想背我可以借你，不用再背那些山寨的了。听到这种看似大方，实则是在暗讽我背假货的口气，我真是恨不得想扇他一巴掌。真搞不懂，学校那么多人，为什么就喜欢找我麻烦？就因为我洒了他一头奶茶。但我不经意间看了一眼后，突然发现了盲点。于果果手里拿着的包好像跟我一模一样。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这款包在整个中华区也就只有6个，而且我还知道分别都在谁的手里。最重要是B室就只有一个，就是我那个。我拿过来仔细打量了一下，确定了这个还真的就是我的。就连包包的右下角被我不小心抹上的番茄酱都没擦去，但我的那个被我嫌太老气，就没背来学校。怎么会出现在雨果手里？没见过真品吧？放心，大家都是好姐妹，以后要能用就直接说。雨果以为我在口是心非，得意坏了。没什么，就是发现你这刚买的包竟然还有番茄酱。啊！于果果连忙查看，最后又装可爱。哎呀，一定是我爸爸不小心弄到的，真讨厌！他爸爸讨不讨厌我不知道，他是真的让人作呕。就这种人，
竟然还那么受欢迎，真的是没天理。我懒得跟他掰扯，先让他再得意几天，毕竟打脸也要站在最高处再打脸，不是吗？他继续炫耀着，而我却走出了宿舍门，拨通了我爸的电话。爸，开学前你给我买的那个包在哪？应该还在我车上吧？你上次说不好看，不要背就丢在我车上了，我一直忘了拿下来，回头你找找。我突然又想背了。啊，好，我爸买东西的眼光一向不怎么样，很多都被我拒绝掉了。这次我的主动索要，可把他高兴坏了。钱够不够花？虽然要低调，但是也不能受苦，知道吗？我爸一直让我低调一些，不要太张扬，否则遭人排挤就不好了。但我爸没想到，年代已经改变了，现在没钱才会被人挤兑。不过我也懒得高调，每天上课，看看书多好，一个人轻松又自在。我现在只想着等大一过去，然后申请借宿。第3天，我爸还真的就让人把包送给我了，而我也终于弄懂了是怎么回事。因为就在我打电话的那天晚上，雨果的包就被他口中的爸爸拿去清洁了。在送回来的时候，我也看了，已经变成了 A 货。现在真相大白了，雨果的那个包就是有人偷偷拿了我的，在我爸询问之后又要了回去，最后瞒天过海再送回来一个假包，还需要这么费时费力。看来这个爸爸并不是正常的那种。回到宿舍，我刚要把包放进柜子里，就被人发现了。哎，小雪，你这个包和果果的一样。哎，声音响亮，整个宿舍都听到了，雨果自然也不例外，率先就跑到自己的柜子前，打开门查看，看到他的那个假货还在，才松了口气。感情这是以为我偷他包了。韩雪，你怎么又买假货？你想背我借给你就好了呀。雨果又换回了人畜无害的模样。我直接把证据拍在了于果果面前，我这个是真的，你那个是假的。这次来送包前，我就叮嘱了我爸，把买包的发票和证书一起送了过来。结果令我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啊，韩雪，你还伪造发票，这是犯法的。我不禁扶额暗叹，没救了，真的没救了。我本来还想着，毕竟舍友一场，要不要提醒他一下，别被渣男骗了。现在倒好，反过来咬了我一口犯法。尤其到了第2天，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韩雪为了装逼买了个山寨包，还找人伪造了购买发票。我刚进到班里，就听到了各种议论声，没钱就没钱呗，也不丢人，干嘛一定要装呢？谁知道呢？穷人的自卑心吧，这可不是自卑心，这是虚荣心。不用想，这么快就传到了所有人耳朵里，这应该是雨果的功劳。造我的谣好玩吗？我直接走到雨果面前质问他，但我就刚说了这么一句，雨果竟然就哭起来了。我不是故意造谣，我也是担心你，怕你陷进去出不来。你怎么这样？我都呆了，我哪样了？我不就问了一下吗？韩雪，你有点过分了，你买山寨宝本就不是很对，怎么还能恐吓同学呢？一个男生站起身，慷慨激昂，应该是雨果的舔狗之一。你哪个耳朵听到我恐吓了？我恐吓什么了？来，你说出来我听听。我也不是好欺负的，直接正面硬刚。你刚刚那还不是恐吓？男生说着就撸起了袖子，但我也不怕他。我问一句就是恐吓了，那你这撸袖子是不是要蓄意谋杀？你……男生说着就要向我走来，但被另一个同学打了圆场。好了，大家都是同学，这事就算了。这句话还好，但接下来的话就让人目瞪口呆了。韩雪，去给雨果道个歉，这事就不要再发展下去了。
你脑子有病吧？有病就去看医生。你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我顿感跟这些人能成为同学真是丢人。早知道就听我爸的话，好好读书了，要不然怎么能来这学校跟这些没脑子的家伙一起？很快事情就闹到了老师那，老师也约了我再次谈话。韩雪，大学是让你来学知识的，不是让你来学攀比的，而且你还敢恐吓班长，你这个学士不是不想上了？我摸了摸鼻子，有点，可以转学吗？我要见你家长。我爸原本在视察工地，接到老师说我恐吓人的电话，直接就赶来了。他穿着破烂的工服，身上的土灰还没来得及擦。我爸看着一脸严肃的班主任坐在座位上，陪笑地询问事由。班主任粗鄙地看着脏乱的中年男子，面上不善，刹那间露出鄙夷的面孔，下一秒恢复公事公办的神情。班主任严肃道：“您知道韩雪在学校的种种恶劣吗？”我爸愣道：“雪雪被传出什么？您的女儿在班里虚荣买名牌，甚至还攀比、霸凌、欺辱同学，这个事情您知道吗？”我爸一脸严肃道：“我相信我的女儿，不可能。”1小时后，我爸神情皱眉地从学校门口出来。晚上，我爸端正地坐在沙发上，两眼盯着我。由于我上课没听到我爸和班主任的交谈，我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爸深吸一口气，换个舒服的坐姿说道：“雪雪，你真的不想念书了？书一定要念啊，哪怕你每天在这玩呢。”我爸表现得意味深长，但如果最后一句话被我妈听到，估摸她今天是进不了房门。我听后无奈地笑了。不出意外，应该是被同学最近传的谣言，说我攀比之类的。我一五一十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我爸，然后就看到他气势汹汹地转身就要出门。哎，老于，你要干嘛？我爸姓于，为了表达对我妈的爱意，在我出生前就定下了我随我妈的姓。我突然感觉好庆幸，幸好随了我妈的姓，要不然就跟于果扯上同姓了。我去找你老师说理去，你不知道，他刚刚训了我1个小时，我以为你真的欺负同学了，还一直点头哈腰的。看来老于真的很生气，不过也难怪，我家祖上几代都非富即贵，我爸什么时候需要跟人贴笑脸？上次还是我上高中的时候，再上次是我上初中的时候，上次。老于，你好疼我！我忍不住抱了抱我爸，把他乐得眉开眼笑。傻丫头，我就你一个女儿，我不疼你我疼谁啊？咱不上了，我给你换个学校，咱留学。老于，你就当没我这个女儿。哎，我才不要去留学，我长在红旗下，生在春风里，哪里都没我自己的祖国好。我回去就查一查是谁，3天，最多3天我就给你找出来。我爸的车刚换了新的行车记录仪，除了找人调查以外，还真的没有简单的办法了。不过我也不急，我妈是不会同意我转学的，我只能在这里乖乖待上4年，有的是时间跟他们慢慢斗。不过我低估了老于的手段了，仅仅1天，事情就真相大白。于果那个所谓的爸爸，其实就是我爸的司机，据说没少祸害小姑娘，人已经被送去警察局了。偷盗、诈骗、诱骗，没个10年是出不来了。宿舍外，我正听着我爸给我讲述最新情况，他都交代了，还有不少东西在你那个同学那里，警察已经跟他沟通过了，也愿意返还。是你直接拿，还是我派人过去？你派人过来一趟吧，我不想插手。虽说于果是咎由自取，但我如果插手，还是感觉会有点尴尬。
而且这2天雨果因为心情低落没找我的麻烦，我竟然开始还有点同情他了。隔天雨果就收拾了几个包和衣服装在行李箱走出宿舍。我知道这是我爸派来的人到了，我叹口气，也是可怜人。但1个小时后，打脸声再次响起，真没想到果果竟然是于氏集团的千金。是啊，只知道他家很有钱，但怎么也没想到会这么有钱啊。宿舍里的2个捧哏边说边走进宿舍。可怜人，要不是太心高气傲，就能攀上果果这个高枝了，以后毕业还愁找不到好工作。我怎么一眨眼，雨果成了于氏集团的千金了？那我是谁？我爸不就我一个女儿吗？还有什么心高气傲？这是在 diss 我吗？不多会儿，雨果回来了，2个捧哏瞬间围了上去。果果，你家的司机走了吗？那辆车一看就很贵吧？什么时候能让你家司机带我们去兜兜风？是啊，听说那个于氏集团是全国500强榜首呢，真羡慕你啊。果果叽叽喳喳了好一会儿，才轮到雨果表演。不要瞎说，什么于氏集团跟我没关系哦，你们可别对外说，好吗？这哪是澄清啊，这分明是在暗示嘛。哦，我懂了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不会对外说的。白富美，快来给我好好抱一抱。2个捧哏还真的上当，竟然以为雨果是为了低调才这么说的。不过这雨果也不简单，自己的爸爸明明都进局子了，结果倒好，愣是被他装得更有层面了。晚上我打电话给我爸说了这事，询问了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然后通过我俩的猜测，大概有了轮廓，应该是来的司机太客气了，再加上当时有保安问他是干嘛的，司机回答我是于氏集团的司机，来这边取点东西，而且我家的企业知名度很高。我爸也在采访的时候经常介绍我最宠的就是我的妻子，然后就是我的独女。而我呢，为了不被记者之类的打扰，从来不露面各个杂志或采访。综上一切，再经过其他人的联想，然后就促成了雨果在大家眼里一跃成为于氏集团的千金。我叮嘱我爸不要来学校给我澄清后，就挂断了电话。但我也不得不心里赞叹一句：厉害了，我的果儿，这都能被你装起来，也没谁了。不过只要他以后不来骚扰我了就行。毕竟没了他的那个爸爸，他应该也没什么好炫耀的了。但很快，我又被打脸。1个周末，雨果从外面归来，提着1个小袋子向我们介绍，这是从家里带的点心，你们快尝尝，可好吃了。说完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，不过我路上太贪吃了，就剩2块了，不好意思。我感受到刺啦啦的目光，心里也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我实在懒得理，直接上床，躺在床上耍手机。韩雪，你要睡了吗？那就我们俩吃了。捧哏先是说了一句，然后得到捧哏币的2度捧哏，韩雪才看不上这东西呢。我们吃了吧，嘿嘿嘿。于是糕点还真的是从家里带的，你们不要乱说了，有的吃还堵不上你们的嘴。听着雨果的娇嗔，我不由得醉了。他刚进门，我就看到了那个袋子上面的标志。没错，这家糕点铺是我家的副业之一，虽然门店不多，但味道却是远近闻名。排队排了很久吧？我躺在床上懒懒地说了一句，我没排队，直接进去拿的。雨果的话再次暗示他和于氏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爱做人最重要的还是要会投胎。是啊，但其实投胎到一般家庭也可以，只要别想着攀比和嫉妒，就也还行。说得对，说得对。
两个捧哏一替一个的说着讽刺我的话语，好烦！我感觉我不能再低调下去了。周末，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，让他派辆车来接我。尤其是我最后还特意声明了一句，要最贵的车。第二天我傻眼了，学校门口旁停着灰白色的车，乍一看像是用了很久的二手车，毫不起眼。我怎么也想不到我家最贵的车会是这辆保姆车，是什么意思？而且车旁边站了5、6个穿着职业西装的人，不知道还以为犯案现场。不过好像也确实是的，因为这辆车倾注了我爸不少心血。外面看着就是普通的保姆车，但里面的内饰却全换了一遍。我听他跟我很得意地说过一次，里面的摆件全是古董级别，花了他将近3000万。老何，我看着管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我爸最心爱的车，我爸最信任的人全派了出来。不过看到校门口围了不少人观看，应该也还行。毕竟这辆车不算内饰，单买下来也要3、400万。虽说不能跟雨果媲美，但应该也能阻止学校里我的风言风语了。下个月就要放暑假了，所以我想组织一次郊游来促进同学们之间的关系，所以还需要大家再积极响应一下。班主任说的响应就是交钱，1个学期，这要钱那要钱，也不知道班费到底是用来干嘛的。我能不去吗？我举手发言，最好还是不要吧。这是一次团体活动，大家一定要有团队精神，好吗？制高点谴责。韩雪，你还缺钱吗？是雨果的声音。缺啊，老缺了，要不班长替我付了。我直接一句话就甩了过去。好呀，你要真没钱，你那份我替你付了好了，但你要保证你以后不回去找不三不四的人。韩雪说话声音不大，看似是在跟我说悄悄话，但这会儿班里寂静无声，全班人都听到了她的话语。班长好温柔哦。温柔个屁！就在我以为这是跟我一样看不上雨果的时候，我却被接下来的话闪得呆住了。就韩雪那样的人帮他什么？这不是糟蹋钱吗？韩雪怎么了？你不知道，韩雪为了钱陪一个老男人出去玩了2天，回来的时候大包小包提着各种东西，可开心了。班里议论声不绝于耳。什么老男人？仔细说说，就是前一段校门口停的那个保姆车，那就是来接韩雪的。当时韩雪就在校门口跟人家抱上了。真的假的？也太恶心了吧！这种伤风败俗的事他也干，好多人都瞧见了。这他妈都是什么啊？我父母一直都很忙，我可以算得上是老何带大的。许久不见，抱一下怎么了？怎么我就成了为了钱傍老男人了？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些人的脑回路，凭什么上了一辆好点的车就是傍大款？这不是嫉妒心是什么？好了，大家不要吵了。这次我跟沈亦菲商量过了，我来负责酒店住宿，他负责大巴车和其他费用，大家都不用担心。沈亦菲就是副班长，看来雨果已经跟他都商量好了。那这个班会就是为了羞辱我，我没工夫猜想雨果是哪来的钱负责酒店的，我只是被这些傻逼们气得火冒三丈。你们说清楚，谁傍大款？那是我家的管家，那车也是我爸的车，提的东西是我妈送我的。怎么了？我拍着桌子站起来就大喊，吓得顿时间教室内没了声音。你们这群脑残玩意，见不得别人比你们好是吗？还是说你们舔不到的有钱人就都是资本家？韩雪，老师走了过来，你看你像什么样子？再怎么膨胀也不能这么质问同学，他们冤枉我，我还不能反驳了。
我气不过想据理力争。我不知道来的人跟你什么关系，但你爸不是工人吗？你母亲也只是个收费员，你们家能买得起豪车？老师完全不给我解释的机会，生气地喊了一句：好了，下课，都散了吧。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走出教室。现在我已经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晚上我哭着给我妈打电话，想跟她商量转学的事情。太过分了，你们的同学和老师怎么能这样？我妈听的也是义愤填膺，亏我还答应他们免费赞助，我这就让人通知他们取消了。我闻言止住了眼泪，疑问道：什么赞助？就是你们班有个同学叫雨果的，然后到咱们家酒店询问能不能打折扣，然后你和叔叔询问后发现是你班里的同学，就把这件事告诉我了。然后呢，我当然是答应了，而且我还直接免除了所有的费用，包括酒水和一日三餐在内。大巴车上，大家赏着窗外风景闲聊，并时不时地夸赞着雨果和沈亦菲的慷慨。我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，没人愿意跟我坐在一起，但我也浑不在意。我被打了这么多次脸，也该轮到他们了。这次出来游玩，我也只是拿了一小部分，大部分还是多亏了雨果。沈亦菲看雨果的眼睛都快变成了爱心，想来又一个被雨果沦陷了。哪有，这次大家也都花钱了，我只是稍微多出了一点点而已。这话倒是说的没错，雨果的胆子真的很大，他竟然说服班主任由他管理班费，而这次来游玩的钱就是优先从班费里出，剩下的归他负责。但只有我知道，这次全程都是免费的，甚至吃喝都不用花钱。要知道，班费本就还剩下好几千，这次出来，班主任又强行一人收了我们500补充进班费，前后加一起也有1万多了。当然，如果有同学真的很困难，我现在也可以把那份钱退回去。韩雪，雨果最后还特意叫了一下我的名字，果然，他的话音刚落地，关于我的议论就又一次被提起，但我也懒得再解释了，毕竟还有半个小时就到目的地，一路飞驰，很快半小时就过去了，而我们也来到了要落脚的地点。这是我家旗下的一家5星级酒店，就算是普通客房也要上千块。哇，这也太豪华了吧！还没下车，我就听到有同学在夸赞，这还是我第一次来这里，确实挺豪华的。欧式风格的建筑，周边绿荫环绕，正中央还有着一座喷泉，再加上这里是郊区，人烟稀少，像极了一处华丽的庄园。众人排队下车，然后跟着雨果一路行走。这里有游泳馆和健身馆，后面还有羽毛球馆和篮球馆，都可以免费试用的。应该是他商量折扣的时候来过，所以好像对这里很熟悉。进入酒店大厅，那种富贵气就更盛了，但我没时间欣赏，因为我是最后一个进来的。刚进来就听到雨果在那叫喊，为什么没房间了？我都提前打过电话，让把房间准备好了。请问您贵姓？前台小姐姐职业询问。雨果。前台查了一下，最后回答道：不好意思，并没有您的预定。您方便出示一下您的付款界面吗？我窃笑，他能有什么付款界面？你们经理呢？就何胜经理，让他过来一下。雨果所说的何胜就是管家老何的儿子，这家酒店就是他负责的。您请稍等，我也顺便给何胜发去了信息。我到了，不到10分钟，何胜就从楼上下来，人还没走近就大喊了起来：大小姐来了，一路辛苦了。这话一说不当紧，班里的同学们又喧嚣起来了。看吧，
真的是于氏集团的千金。雨果还真低调，那以后我们毕业是不是可以进于氏工作？尤其是那两个捧哏，他俩对着前台佯装不断的叹气。你连你们大小姐都不认识，你这工作还保得住吗？只有我注意到了雨果的诧异，他绝对想不通为什么和盛会称呼大小姐。现在真正的主人要登场了，我闲庭迈步走上前，过程中我还听到有人说他要干嘛？难道后悔了要去给雨果道歉？呵，脑残，好久不见。我微笑着向和盛打着招呼，是挺久了。你升学宴我本来想去的，但是公司有事赶不上。和盛过来就像小时候一样捏了捏我的脸。你现在在威胁妇女，你知道吗？就你。和盛露了一个白眼，小丫头片子，叫你一声大小姐，你还真以为我多尊敬你？和盛大我6岁，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，虽然他爸经常骂他要对我尊敬点，但是当年正值叛逆的他是一次也没有听。现在还是一样，生意好吗？有我在，还能让你家破产了。小心何叔听到撕烂你的嘴。我跟和盛开心的斗嘴，却把周围的人全都惊呆了。他们估摸都在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于氏的千金不是雨果吗？怎么听和盛的意思，我才是真正的于家大小姐？好了，这里人多眼杂的，上楼。总统套房，我请客，你爸拿钱。和盛接过我的背包，就要带我离开。和盛经理，雨果还想试图挽回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和盛闻言却装作不懂，说好？什么说好了？我已经走进电梯，和盛见状也连忙走入，只留下我那些可爱的同学们面面相觑，让保安把闲杂人等都清出去，不要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意。和盛是故意的，因为按照正常来说，就算是不住宿来玩的，也不可能把人往外赶。我在总统套房里透过落地窗看向外面，雨果已经被人围成了一圈，楼层太高了，我也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，但看着好像还挺激烈，应该是追要这次的交费。暑假结束，我迫不及待的就回到学校，我太期待新学期的开学了。据我所知，班主任已经被开除了。就这，我爸还有些不高兴，声称要托关系吊销他的教师资格。而雨果更甚，班费的那1万多块钱全被他在还没去游玩的时候就霍了，甚至数额超过1万，被警察都叫了去。听说是他妈1天3分工作替他还上的。而这时候他的各种信息也自然被人扒了出来，除了私自挪用的班费以外，他还借了不少的网贷，其中还包括那种的，连视频都被发出来了。他的父亲本来是我爸御用司机，母亲是全职太太，要说也是不缺钱的，但就是虚荣心作祟，才一步步走向这个深渊。后来他爸因偷窃挪用公款入狱了，听说他妈现在1天3份工，都没还完欠下的巨款。雨果也因虚荣被同学霸凌，后来辍学打黑工，而关于我的谣言也全部消失。毕竟我用现实狠狠地打了所有人的脸，那些曾经议论过我的人再提起我，也只能骂几句雨果来缓解尴尬。韩雪，我们之前不知道你是，所以仅剩的2个舍友支支吾吾，话也说不清楚。我给你们介绍个工作吧。我说完，看到2人诧异，接着继续说道：我感觉你们捧哏老棒了，我帮你们找个相声班子怎么样？他俩听后羞愧地低下了头。当然我也没有转学，现在不会有被排挤的情况，毕竟我爸妈捐了2栋教学楼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
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